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根据高盛发布的房贷与结构化产品交易员深度研究报告显示，当前的房贷转售市场正处于一个极其微妙且充满机会的转捩点，特别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在第一季的强势扫货行为，展示了市场底层需求在利率震荡环境下的惊人韧性。据高盛分析师统计，尽管今年3月份市场利率与利差预期出现了剧烈波动，但这些大型法人机构在第一季依然净买入了高达85亿美金的代理机构房贷抵押证券。高盛团队根据目前的市场技术面、利差空间以及全球资金流向大胆预测，2026年全年 MREITS 的净买入规模预计将达到400亿美金之多。华瑞认为，这反映出以利差为核心收益的机构投资者已从过去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目前稳定市场基差最强劲的边际买方支柱，其规模化的资金流入将对债市起到关键的底部支撑作用。华瑞认为，这种强势扩张的背后有着极其清晰且具备高度可操作性的资本运作逻辑。当前这些信托基金的股价相对于其账面价值展现出显著溢价，其平均股价与账面价值比稳定保持在 100% 以上。这为基金管理层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增资窗口期，让他们能透过二度股权募集，以极低的资本成本获得大量廉价新资金。高盛观察到，像 AGNC 与 NLY 等指标型龙头基金正利用这种资本优势，将募得资金投入高回报的债市，以锁定当前极具吸引力的殖利率差。目前这些基金的加权平均高杆率约为 6.4 倍，虽然随市况微幅上升，但仍然显著低于 7.0 倍的长期历史平均水平。华瑞认为，这代表机构大户手中仍保有极大的加码空间与流动性缓冲，能随时在利率波动中寻找超额报酬。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市场震荡时，这些机构仍能维持稳定的配息能力并扩大资产管理规模。另一个让全球债券投资人高度关注的变数是联准会主席提名人华许的政策蓝图。华许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虽然维持一贯的鹰派立场，主张联准会应缓慢且审慎地缩减目前高达6兆3200亿美金的资产负债表，并明确提出联准会不应该长期持有房贷抵押证券。但据高盛团队深入测算后认为，联准会直接在公开市场主动抛售 MBS 的实际几率非常之低。高盛指出，目前联准会的 MBS 投资组合约以每个月150亿至160亿美金的速度自然缩减。若联准会转向主动抛售，例如每个月额外抛售100亿美金，将导致债券利差剧烈扩张，甚至可能推升当前券种利差达15个基年以上。特别是票面利率较低的 2% 以及 2.5% 债券，其受到的突性风险冲击会远高于主流券种。华瑞认为，考虑到主动抛售会直接推升房贷利率，与现任政府目前的住房负担能力政策产生严重冲突，这将使华许在执行上受到极大的政治阻碍。预期联准会仍将以利率调整作为主要的政策工具。华瑞认为，华许未来的策略重心更倾向于建立一个规模较小但结构精简的资产负债表，而非频繁且激进地去操作市场流动性。这种不急于主动抛售债券的政策预期，为美债市场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心理缓冲垫，让 MBS 需求能维持强韧。此外，高盛报告中提到，政府赞助企业正开始试点推广全新的 Vantage Score 4.0 信用评分模型。这项变革极具破天荒意义，因为它首度将趋势性信用数据、租金支付记录以及水电公用事业缴费纳入考量。高盛预计，这项技术变革将使多达 35% 的新增房贷转向新系统，从而优化整体贷款池的资产质量。华瑞认为，这将有效扩大信用市场的覆盖面，降低因传统信用记录缺失而被排除在外的风险，并透过更精确的风险筛选机制，为房贷债券市场注入更多具备稳定现金流特质的优质底层资产，进一步强化市场的长期估值。在非代理机构领域，高盛也观察到一项显著趋势，即越来越多符合政府标准的优质贷款正转向私人证券化管道。这主要是因为联邦机构收取的贷款层级价格调整费用极高，对于投资性房产或第二套住房的贷款，其前置费用可能高达 162.5 到 412.5 个基点。这种显著的成本压力使得贷方更愿意转向私人管道，以追求更高收益。例如 NLY 在第一季就提到，
透过旗下的 AmeriHome 平台积极拓展资本市场通路，将机构合规贷款包装成非机构证券。与此同时，消费端的信贷表现也因财政政策利多而出现新契机。随着美国退税季节到来，3月与4月的消费者信贷违约率出现显著下降，这主要归功于美利大法案的正式通过。据高盛经济学家估算，今年退税总额将比去年大幅增加500亿美金，且目前的累计退税金额已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16%。高盛数据显示，这笔高达2650亿美金的累计退税款，有效缓解了低收入族群在年初最紧绷的现金流压力，使得汽车贷款与信用贷款的违约情况暂时回稳。据统计，3月份优质汽车贷款违约率下降了21个基点，次级汽车贷款更显著下降了165个基点。不过，高盛也特别标注了一组警讯，指出在退税金入账前，优质与次级汽车贷款的违约率分别处于历史 90% 与 98% 的高分位。华瑞认为，投资人在看好债市反弹时，绝对不能忽视高油价对基层消费者荷包的2次伤害。虽然短期违约率看起来因退税而显得乐观，但高利率环境加上汽车价格维持在历史高点，都让这波下降趋势很难成为基本面的长久转折。因此，高盛团队认为，投资人应对次级车贷板块保持减码，以避免在潜在的信用风险爆发前过度冒险。华瑞认为，在美债利率区间还没完全稳定之前，跟随 MREITS 这种大型专业基金的资金流向是目前相对稳健且具备逻辑支撑的财务操作。当领投机构都在持续募资并扩张资产负债表时，代表利差交易的获利空间已经盖过了短期的政策波动风险。但投资人仍必须密切追踪联准会缩表的具体时程，以及退税率多出尽后的消费数据变化，以此作为规避市场流动性风险的最后防线。虽然高盛数据暗示美债市场出现新转机，但若未来华许意外加速缩表进程，整体市场的基差可能会再次震荡，进而导致持有成本上升。投资人在操作时应保持资产配置的流动性弹性，不宜过度举债操作。同时，需持续观察汽油价格对低收入消费者支出能力的侵蚀作用，这将是决定消费信贷市场能否真正触底回升的关键指标。金融投资具有风险，投资前应审慎评估原材料中的各项技术指标与宏观变数。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